好帅哦！哦，这个像 TVB 里面的男主。对，故事可能就没有那么沉重，希望你们可以从这一些我等一下所讲的了解我多一点。果然这么大的字还是看不清楚的。眼睛干啥？这次还要特意字打大。对，已经打大了字。我们这么一分分的，没有一个是小字的，我看到。如果等一下我激动的抖的话，那不是激动，应该是有一点冷而已。这张照片应该是我30多岁的时候拍的。那些年的生日，因为有很多生意上的应酬交际，每一次生日大概都有几十到100多人一起过的。夸张的时候，一过要过1个星期，热闹是很热闹，但是从来都不是自己的。那个时候每天熬夜，每天喝酒，每天应酬，就成了家常便饭一样。我每次都能听到自己的内心的声音说：“哎，我是不是想这样过一辈子？”然后在一次反复思量了很久以后，我自己也下定了决心，辞去了管理的职务，放下了违心的交际，转身就去寻找自己真正向往的节奏。用几年的时间，我去了法国，那时候还去了泰国，还跟了很多有名的大厨去学料理，然后试着把这份爱好变成一个新的事业。这个转身可能并没有很多人能理解，尤其是我有些朋友，他会笑我，他会跟我说：“哎 ，Joe， 你怎么一个混得不错的生意人，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厨房佬？”然后其实我自己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如今的我感觉是比较充实和平静的。也不用戴着面具去迎合谁。现在的我生活比较简单，作息很规律，我有更多的时间陪我家人，就陪我妈妈，他们都更多时间陪她，其实我很开心的。这样的第2次的人生，其实我自己来讲，我是很满意、很开心的。对。比较简单一点。做自己。这个就带给我们一些短暂的快乐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现在的我的是 I 人，其实我跟你说，那个时候的我绝对不是。那为什么会变成超级癌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是不是年纪大了吗？找到内心的 peaceful， 不需要外求。我现在都只是跟一些很好的朋友或者跟家人去小范围的，对偶尔几个人，对，家聚，而且很多朋友都不是跟你经历了些什么，只是跟你喝过酒，可能跟你吃过饭，可能自己一起玩过。是，所以我刚来的时候，我很敢跟大家交流太多，因为我不知道各位的个性，也跟你们不熟悉，所以我就有个距离感。其实我跟你说，我跟朋友乱开玩笑很夸张的，反正只是跟大家不熟而已。夸张到什么地步？今天晚上告诉我们以前是什么样，明天开始就大放光彩。没有，我明天要变回爱人，你不用担心。他比我们还看，那是我哦，好可爱，小时候。这张照片是我在16岁跟我父母的合影。少女，那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幸福、自由的小女孩，也是一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小屁孩。长大后，我没有听父母的劝，一头扎进了爱情。对方会说好听的情话，会在卡拉 OK 唱深情的歌，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。可结婚没2年，新鲜感褪去，日子就露出了真面目。成长环境的不同，导致我们生活观念有了很大的分歧。这种压抑的状态让我陷入焦虑。已经戒烟多年的父亲，又坐在沙发里抽起了烟。末了，只说：“回家吧，爸爸养你。”离婚后，我回到了我父母身边，我体验了久违的幸福。父母是我身后坚实的大山，可以为我遮风挡雨，是我敢回头、敢向前的底气。我总以为被他们宠爱的日子，就像院门口的那棵老槐树一样，永远都在。命运偏偏不随人愿，母亲和父亲相继查出了重病，先后离世。
对我来说，好似天塌了。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走的那天，只知道身体在发抖，抖得我不知所措。12岁的女儿紧紧地抱着我，妈妈，别怕，还有我。我总觉得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，让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，这是我的责任，所以我特别怕我给他的爱不够，所以我总问他：“妈妈给你的爱够吗？”他总是说：“足够的了。”就是如果再多一点，就成了负担了。现在的他参加工作了，所有的节日都会送我礼物，包括七夕节。好乖啊，我笑着对他说：“这个节日就不用送了吧。”女儿却说：“别的妈妈有的礼物你都得有。”这次因为女儿，我在人生半百的时候又叛逆了一次。我们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。他打消我所有的顾虑，走出舒适区来参加节目。于是，我坐在了这里，和你们在一起。对我来说，也是人生一次重启。谢谢，谢谢。女儿永远是爸爸的小情人，是吗？我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。我女儿现在不知道她爸爸长什么样子，只要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就可以。是的，没事，幸福妈妈又漂亮又幸福。你看这女儿多漂亮。我没有小朋友啊，所以你们也不用哭鼻子。这张照片是2018年的最后一次日落。就我这时候是躺在这个医院的脊柱外科的病房里面，就等待这个几天以后的手术。12月20号，就11天以前，我在那个北京的一个攀岩馆发生了一次非常严重的事故，高空坠落，全身多处骨折。我的脊柱是有一节挤压性骨折，我的2个脚跟是碎成渣儿。大夫说，如果我就是屁股着地，我现在是个高位截瘫的病人。就如果我头碰到地，今天坐这儿是另外一个人。然后出院也没有人照顾，就我一个人躺沙发上，从沙发到卫生间差不多5米的距离。我唯一能移动的方式是非常缓慢地把自己滚下沙发，带着2个护膝，然后手拄着一个板凳，几厘米的跪着挪到厕所去。就这5米的时间，我要走20分钟以上。就这事儿来的就是猝不及防的，无常。现在家里其实只有我一个人，父母都不在了。很多人其实没有这个感受。你比如说今天其实买飞机票，我想买一个航空保险，然后我就问那个保险公司，我能指定受益人，那个说不行，就所有的这种人身意外险都不能就是指定受益人，就只能是按照法定的继承程序。你像我现在这个状况，其实你不管是派出所也好，不管是社区街道也好，其实他很难找到一个我的直系亲属。这件事其实是让我难过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孤独带来的一种悲哀吧，我觉得。啊，就是和妈妈。这张照片真的都不能看，是我朋友圈上锁的。上面写着"加油，勇敢妈妈"，是我妈妈
癌症晚期的时候，做手术之前，那天晚上我跟他一起拍的。我说妈妈多好看。对。因为其实这张照片就会让我想起当时签手术通知单的时候，我超级害怕，因为医生说了很多有可能醒不来的那些话。我不知道这张照片之后，我们以后还能不能见到。1年后，2014年，我爸爸也猝然离世，特别突然。就是中午还在陪他看《大河之舞》的话剧，第2天他就离开了。爸爸妈妈突然走了，根本就没有交代，就是永远的说了再见，没有机会再表达爱和心意。就大家羡慕我的自由，说我去过那么多地方，其实都是过年我没有家可回，我不想一个人面对春节。所以其实出国玩，其实是我自己对家的逃离，是我一次又一次远走他乡的原因。我们家每一年，妈妈除夕做一大桌子菜，然后我们打麻将聚在一起，真的非常快乐。我觉得这是我每一个年都是特别期盼的。但那个，就他们走了以后，我们家的年就没有了。我们这个年龄，承上启下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中年危机。对，渐渐明白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接着有一场的告别。前年的时候，我不再去逃离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家。如果孤独，我可以看书，我可以健身，我可以徒步，我可以旅行，我可以组织一帮朋友在一起。我在想，如果我是他们的眼，我走向世界，我走向别的地方，我想我能够更好的生活，那个才是他们赋予我生命应该更能够看到的。如果是他们上天能看到的，应该一定是我坚强的、乐观的、积极的活着。我妈妈在我29岁的时候就走了，她有慢性病。我妈妈早上还在跟我通电话，然后到了下午，我妹妹打电话给我，跟我说妈妈不行了。我就记得我在深圳，我开车去机场，堵车。后来我到了机场了，我在现场买票，看我跟我说没有了。然后我就说：“求求你给我最后一张，能不能给我一个票？因为我妈妈要不行了。”后来旁边有一个旅客就把他的票让给了我，跟我说：“你去吧，我不走了。”后来我买到了这张票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我清楚的记得我妹妹在电话里说的那一句：“妈妈没有了，我们没有妈妈了。”你会感觉到，其实有爸有妈，哪怕或者是只有一个妈妈或只有一个爸爸，你觉得还是个家。我的父母走了，我觉得我就是个孤儿。爸爸去年的年底，他被诊断阿兹海默，记忆开始消失。对。所以他现在就是到了下午，他早上发生的事情都不知道，所以他一直要面临这个问题，每一天重复再重复。但是这一次我们去我们的祖籍威尔士，我父母这里没有去过，然后发生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事情，我们到了那里，我爸爸的记忆回来了。我开车，他可以做导航。他前面左转，不是看地图，他都记得。以前的事情唤醒了他，特别奇怪，他超。
说过，你是唯一的一个外国人，你其实刚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孤独感。我觉得我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你是一个外国人，但你不是外人，你是自己人。好棒！谢谢。说起来好像没有父母的也真的不少。如果有可能，我们这是一个暂时的家，我们也是更好的家人。我觉得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。感谢每一份毫无保留的诉说。若有些故事还是你心里的包袱，不妨将它投入碎纸机。我是觉得吧，我刚才讲的，无论是哪个故事，其实你说是这个包袱吧，它其实就是一个过往。我们能坐在这儿，其实都是已经放下了才来的。对，今天赶到这儿，其实都放下了，甚至于放完了还得抠开再看看，再给大家来说说。我愿意，所以一切都值得。既然它值得，它就不是我要粉碎掉的东西，而是要保留下来的。珍藏的独家记忆，就是怎么说呢？有的时候看起来是黑暗时刻，但老实说，回头看，对，绝对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。对的，对的，这不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吗？我也觉得我们这样分享故事是也有其他的价值啊。对，你看吧，今天我们都是不认识，都是陌生人。哎，因为你们愿意分享，对我分享了我的故事，意思是说我也愿意听你的故事，我不会评价你。对，不评价。那个其实不是包袱，这个上线了，说一下这个机器好不好用。对，然后我也懒得拿回去。你们如果要用一张一张来啊，3张的有点。就今天特别在线啊。你这个像做面条，对，跟我做意大利面一样。这意大利面搅得挺好，特别好的，好棒！为自己鼓掌吧。好，致敬我们了不起的前半生，还有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勇敢。我们往里面走吧。好，往里面走。小心，对，小心这个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哎呀，就剩下自己。大家今天的状态是亲人离别。我今天感受到了，就是说妈妈的离世，所以我觉得，我只想今天好好让自己一个人静下来，再去想一想，就是母爱吧。我觉得爸爸妈妈的呀，特别能共情。我父母都不在了，都去世了。多久？你父母多久走了？我爸是2002年的12月。所以生了你的时候，他55。所以我的记忆里没有这种爸爸和儿子玩的这种场景。我妈妈是2022年12月。真的就是你这样，就是你知道，我有时候我不爱回家，就我有时候下了班晚上把车开到家里，我在车里待着，他们就觉得我不正常。但我觉得就是我妈住那儿，好多她的东西我都没有舍得扔，就我每回去我都会老想她，就是我觉得没有爸爸妈妈就没家了，你知道吗？
我其实是对于家庭生活的渴望度其实是比别人要高的。我希望就是在未来的这个人生路上，其实是能有一个伙伴的，能够照亮彼此，一起去探索后面的时光。天他真的是一个很负责任的爸爸，确实就是让我看到了，可能在他整天嘻嘻哈哈的那个外表下面，就是另外一个他。罗非好像做事最厉害，他应该是同理心很强的一个人。梅的故事让我有感触，我妈妈也是我的软肋，所以能感受到她对她妈妈的爱。就是我感受到了许工笑容背后的坚强，我还是想给他一点点的温暖，不知道能不能暖到他。中了2分了，太开心了！因为我的那个计划他不能拒绝，至少4点他应该回来。突然难题用了，我这个。那你得欠我一次啊！欠你一次什么？那丽丽呢？为这个原因你没第2天投给我。我跟3个事儿能不能收我们便宜点？因为经费有限。这个是我的身份证啊、驾照、护照、港澳通行证，我所有的带照片的东西我都带了。就我不是一骗子。最便宜的东西是什么？可以帮我们分成2小杯吗？你要抱着我，抱腰。好想买束花。好好看啊，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你肯定会很喜欢。就真的不如不去，说真话。我的女儿都被伺候，只有我伺候一男的。不乖，不乖。大冒险可以啊！好厉害！我抱这个最大。这个可愛，這個好可愛。我喺你眼中見到最温柔嘅景色。他喜欢这样的人呢，还是他会觉得的招还能把他们推着，真的好了怎么办呢？这个比我们电视剧的剧情更精彩。2个姐妹是分开的，但是好难过，听。每个人都有故事的。这才是50岁的恋爱最了不起的地方。